朋友们，大家好！大家可以看到，我已经回到老家了。我昨天回来的。今天呢，我到楼顶来拍几秒钟，以便让大家真的知道我已经回来了。我们这里特别热，昨天37度，今天又是37度，夜间也有27度，所以呢要一直开着空调。好在呢一直有电。好了，因为太热了，等一下呢我又要下去了啊。白天现在才10点钟不到，已经特别热了。好的，朋友们，那咱们等一下继续呢，在房间里面跟大家说话了啊。那就这样吧。这次呢，我是突然回来的，因为上次我离开我的老家，就是我们中国广西桂林这里的老家，是4月上旬，还不到4月中旬。然后我考虑到原来计划是10月中旬再回来，那中间有6个月。考虑到我这个年迈母亲她的健康状况，我觉得还是太长了，所以我前段时间吧，前大概3个礼拜，我突然发现机票相对便宜啊，人民币大概是5000块钱左右来回，所以我就突然就回来了。这次我坐的班机呢是海湾航空，中午1点的班机从法兰克福起飞。科隆离法兰克福如果是最近的距离啊，坐火车是180多公里。如果是德国高铁是不到1个小时，最快就可以到达。但是因为现在德国有所谓的德国票，每个月花58欧元就可以坐德国任何的公共交通工具。如果是坐火车，只能坐慢车啊。所以那天早上前天早上我就很早就出发了，早上5点半我离开家门，然后呢早上9点半我到达了法兰克福国际机场，也就是说我中间花了4个小时。因为我坐的是火车慢车，它要绕着走，我估计呢可能有200出头，250公里最多吧，这个距离花了4个小时。从出门中间我换乘2次，所以相对来说，我觉得这火车速度啊，大概是跑了3个小时，也就是接近80多公里吧，每小时的速度应该还可以。而且前天呢，德国的火车出意料的比较正点，几乎没有晚点，所以我都赶上了我接驳火车，提前了3个半小时到达机场。我觉得在机场悠闲的等2个小时，总比在家你先待2个小时，然后呢急急忙忙的赶火车，万一中途这个德国火车出了什么差错，那你的航班就错过了，所以不值得啊。现在我说说这次呢，在飞机上面遇到3位呢华人啊，其中有2位女士，我觉得特别了不起。一个呢，她是到北非去开展那个她的业务，应该是做什么摄像头安防方面的吧。另外一位女士呢，是在德国法兰克福，她是做 AI，她自己创业的，我觉得非常厉害呀。她不会德语，但是会英语，能够到德国的，她肯定是有自己的技术的，才敢到德国去啊，对吧？然后从她的谈吐来看，她在德国8年了。我认为有很多方面与我的这个世界观还是比较接近的。虽然他不看我的频道，他也不知道我，但是从他对德国的观察，以及他自己从业务方面这块来看，过去8年他是觉得德国是走下坡路的，然后他也不是特别看好德国未来在经济还有国家的发展前景吧，因为他也发现了，就是在德国有很多这种所谓那个引号的低端人口，比如说什么难民啊，为了德国的经济跑到那边去的，因为总比在他们国家，比如说中东某个穷国或者那个非洲的某个穷国可能更好吧。他的小孩现在可能是3岁，刚上幼儿园，然后我告诉他，我说其实德国的基础教育跟中国比起来确实不如中国。目前可能幼儿园还不知道，幼儿园可能因为他是在德国是不准教那个知识的东西的，所以幼儿园还看不出来。但是，一旦你进入小学，没法与中国的小孩竞争的。他也同意我的观点，所以他说今后呢，等他的小孩上学之后，可能如果是不送回国来，但是每年肯定寒暑假都会送回来几个月，让他感受就是中国以及中华文化，不能把这个更丢了。这也是在海外生活创业的中国人以及华人要面对的现实啊，就是自己的小孩可能今后，如果你做父母的没有抓紧，那可能他
中文啊，还有中国文化方面。另外呢，可能他的身份认同也会产生一些变化，或者对他今后呢造成一些困扰。所以呢，作为特别是中的父母，也就是双方都是华人、都是中国人的父母，这一点呢尤其重要。他整个社会氛围呢没有说中文的那个环境，那么你作为父母，至少你在家要坚持讲国语，也就是讲普通话啊，在家不要说外语。但是真的不用担心，因为我身边有个例子，小孩的父母都是中国人，在家已经达成了一个默契，绝对不能说外语，只说普通话。所以孩子从小从他学说话的时候呢，就接触到真正的这个母语环境。所以现在他已经7、8岁了，小孩那个汉语就是那个普通话非常流利，加上特别是孩子的母亲，她是北方人，所以能够说比较标准的普通话。那个小孩其实我觉得他说的普通话，甚至呢很多方面比我更好，真的是一个优势。就是不管你在哪个地方，只要你在家庭内部坚持说普通话，那你的小孩绝对至少说的方面是不会丢的。另外呢，即使在德国，即使没有上一天的那个所谓的中文学校，只要他在家说中文，然后呢，如果是你的父母多花一点时间，能够引导孩子，比如说在他2、3岁的时候呢，就让他识汉字，不必要让他知道这个汉字到底什么意思，但是让他先看这个汉字啊，有一定的那个印象之后，然后再慢慢告诉他，比如说这个汉字啊怎么念，是什么意思，可能告诉1次，最多2次他就记住了。下次他看见之后呢，他自己会读，然后知道什么意思。先不要急着让他写字，因为首先可能他还没有那个兴趣，另外呢，他小孩的骨骼还没有生长成熟，还不能很好的握那个笔啊。如果你让他天天写字，可能对他的那个骨骼有损伤。听我这位朋友说，是一位相当于虎妈吧，教育孩子非常有方。他说不要急着让孩子写汉字，到了一定的年龄，他有了那个兴趣之后，他自然会写，就是他自然会拿起笔来写。后来真的是这样，这事实就是这样。他大概是5、6岁的时候，他就自己想写字了，而且现在写的不错。反正呢，每一个汉字他都知道什么意思，知道读音，然后呢，他也现在学着写。所以这样你看，他就没有丢掉他的中文啊。他在家大概是3岁左右，连1句外语都不会，也就是1句德语都不会。所以当时这个孩子的父母有点担心，小孩进入那个幼儿园之后，到底能不能跟上呢？后来这个担心也是多余的了，因为他到那个幼儿园之后，开始真的1句都听不懂，那个德语1句听不懂。可是去了几天之后，他一个一个单词就捡回来了。所以呢，很快他就适应了幼儿园的生活，幼儿园的环境，也与呢老师还有那些小朋友能够越来越无缝的交流。大概过了1、2个月之后，他已经能够说相对来说比较流利的德语了。而现在你看7、8岁，他说的德语真正的没有一点的那个口音，就相当于德国那个小孩的母语一样。真的，小孩就是同时可以学几门外语的。他现在呢学这个普通话已经非常流利了，德语相当于母语了。然后呢，现在他也开始慢慢的，因为他看那个视频啊，看电视啊，看了那个什么佩奇小猪，看了那个英文版，所以他也能够听懂英文。这就那么的那个神奇啊！小孩真的这可塑性太强了。所以呢，这是我见过的一个，我认为啊，一个是可能他的智商也比较高，但是呢，他本人呢，他也特别喜欢学习。这样啊，他现在小学2年级了，他在他们班有大部分是那个德国的同学啊，然后他还有另外一个华人，还有其他的那个外国人。据说他现在已经在他们班已经是学霸了，就是数学根本就不成任何问题，然后他的德语也相当的好，听说读写相当好，应该是真的他们班应该第1名，没有悬念。这个虎妈是怎么样呢？让他从小6岁的时候就让他看中国这个国家的那个教材啊，语文教材1年级，他6岁的时候就弄完了，
2年级的那个教材，他7岁的时候弄完了，也就是呢，这个小孩在德国上小学1年级的时候，已经把国内2年级的那个课程1到2年级的全部啃完了，就那么厉害。所以呢，在海外的华人还有中国人啊，不要担心，只要你有心，给你的小孩学习中文的机会，他绝对不会落下。就看你有没有那个心了，真的，这是我见过的一个最成功的例子。好，我们回到呢，我在飞机上面遇到的这个在德国法兰克福开 AI 公司的中青年母亲吧，她在德国真的应该算非常成功的，也非常大胆。然后她说，她的孩子今后呢，中文也不会落下。另外呢，我在飞机上面在中东的巴林转机的时候，也遇到一位在北非打拼的一位广东人，非常有魄力，他自己应该有自己的什么生产那个摄像头的企业，然后呢，他自己到那个中东，还有到那个北非去推销他的产品。在飞机上遇到我，他感到特别亲切。我是广西的，他是广东的，他说准邻居，他也想开拓欧洲的市场。他主动他说能不能加微信，我说可以啊。但是当时在机场的时候，我还没有打开我的 WiFi， 所以呢，我就让他拍了我的微信二维码。不过我是想说啊，我就遇到这样一个大概是40多岁的一个中青年女士，你看中国的女士啊，真的敢闯啊，只身赶到北非去。你看这位女士只身赶到那个德国法兰克福去，都是很有料的人，我真的很佩服他们。我觉得像德国的女性啊，没有中国女性那么独立，这是我的观察啊。不可想象一个德国的，比如说30-40岁的女人，然后呢就跑到比如说中国啊，单独啊只身跑到中国或者跑到非洲去创业，这应该是不可想象的。然后呢，在中东巴林转机的时候，我遇到一位特别有趣的一个人，他是杭州人，然后呢他在那个法国留学，会说法语。在他的同学当中有中东的人，比如说有巴勒斯坦人，然后他这个人呢，一直我认为呢是比较红的一个人。我看见他穿的是那个海员服，那个长袖的，上面写着为人民服务，我就主动跟他打招呼。然后呢，他就问我，他说你是不是呢有油管频道？我说是啊。他说我知道你是谁，因为他以前关注我的频道看过很多期嘛。后来不知为什么，他说不推荐给他了，但是他印象特别深刻，他记得我，所以他在机场一见到我就问是不是有那个油管频道。因为在转机嘛，我有3个小时，他甚至有4个小时，所以我们就坐下来就交谈了很久。他给我说了很多他知道的，比如说在中东的事情呀，他的同学当中有的比如说叙利亚人，还有的巴勒斯坦人，他们是如何比如说在法国已经读到博士了，相当于他放弃了他学业，然后呢从军去了。像这样的人不少，有叙利亚的真的是读博了，然后呢他就毅然放弃自己的博士这个攻读的机会，然后呢返回到叙利亚，主要是对以色列啊，还有呢巴勒斯坦那位人也是几乎一样，他的轨迹也是呢放弃了在法国读书的机会，然后返回到巴勒斯坦加入哈马斯，然后呢与以色列人作战。像这样的人，他说他特别佩服，所以呢他这次呢是到巴林转机到约旦去参加。原来他在巴黎的时候，不是巴黎，反正在法国，他的巴勒斯坦同学的婚礼。你看，现在2025年了，像这样一位在法国留过学的现代青年，但是他的婚礼同样还是传统的。像这样的穆斯林的很多人，他们说，比如说在什么沙特呀，在巴勒斯坦呀，可能叙利亚都大同小异，都是他的父母帮安排的。他自己原来可能都没有认识这个女孩，然后就结婚了，可能就是双方父母商定之后就觉得可以了，我的儿子可能就娶你的女儿，然后商定之后呢，最后已经确定下来，双方父母才让孩子可能见一面，也许都没见面，不知道。反正像这种教义呢非常强烈的这种国家的人啊，他的年轻人吧，在结婚之前，像男的连女色都进不了。像这样现代社会还有这样的婚姻，我就觉得有点
不可思议，但是那是人家的文化。他说，当时在法国留学的时候，他们已经成为好朋友，所以呢，这次他结婚，亲自邀请他去啊。而这个人呢，以前在法国留学，后来呢回到了中国，他专门从中国飞到那个约旦，在巴林转机，就有参加他这个好朋友的婚礼。这已经是非常牢固的友谊了，否则不会那么远，跨越半个世界去参加一个外国同学的婚礼。我的理解是，他们的婚礼呢只能在约旦举行，可能是出于安全的原因吧。另外一个呢，他可能邀请了一些国际的同学，比如说这个中国同学到那个地方去。那最安全的地方还是约旦，要比哈马斯那个地方现在被那个以色列围困起来，对吧？要安全多了。好，这是我在飞机上面遇到3个比较有趣的人。说完我在飞机上面或者在机场遇到这3个中国人之后，那我来说说我昨天到达广州白云机场之后，我见到一些情况啊，跟德国比较一下。首先，我前天在德国法兰克福机场的时候特别注意了啊，法兰克福卖饮料的机器啊，一瓶矿泉水0.5升的，现在已经涨到5欧元了。上次我看是4.5欧元，因为我经常来回中德两国，所以呢，我喜欢对比2个国家那个物价的水平。同在机场啊，法兰克福是5欧元，折合人民币呢42块钱一瓶矿泉水。然后呢，回到广州白云机场，一瓶矿泉水6块钱，相差了7倍，对不对？但是两国之间的那个收入没有7倍啊，我认为可能是3倍，也就是德国如果从矿泉水，它的价格是相当于中国的2倍多，考虑到那个两国之间的收入水平。在广州南火车站里面，高铁站里面，矿泉水那农夫山泉5块钱，你看德国是42块钱，也就是说相差了8倍多啊，这个价格相差太大了。然后我是坐地铁从机场到火车南站的，坐了1小时20多分钟，花了10块钱，大概有40多公里吧，我估计从白云机场到广州南，如果在德国这个距离40多公里50公里，大概要14、15欧元左右。也就是说，如果考虑到两国的收入，那德国它的那个公共交通还是要比中国贵不少。所以呢，我就觉得这两国之间的价格相差太大了。从一位纯旅客的角度来说，我觉得广州白云机场是非常不错的，它的设施很新，然后呢很干净，当然呢各种标识啊非常的醒目，字体大，然后呢有中英文，比如说这里出发大厅、电梯等等，你看一目了然，对不对？这里的国际旅客比较多，比如说我们那趟航班大概有40%的人呢是外国人，其中我认为大部分呢是从发展中国家来的，比如说非洲呀，还有中东这些国家。左边这里有武警，我估计呢有什么大的什么运动会什么之类的啊。好，我们现在继续沿着这个路标往前走，我们看右边这里是行李车，我就想起了在德国行李车是收费的啊，1欧元一次还是2欧元，反正是收费的。而在中国或者在其他很多国家都是免费的，在德国不知为什么，难道那么缺钱吗？这种也收费。左边这地面上的好像那个乌克兰的国旗一样啊，对吧？其实不是的哦，是一种什么标识。这里有机场巴士，有出租车，还有网约车等等，它的标识也非常的那个清楚。好，我们继续往前走，我去坐地铁，前面有安检。我觉得安检是非常好的措施，会避免掉很多所谓的这种恐怖袭击等等，不像德国那样还是比较危险的。我现在去坐地铁3号线，沿着这个电梯往下走。德国的地铁啊，还有那个火车没有安检，好像世界上很多国家除了中国之外，可能吧都没有安检。然后在什么德国啊、法国啊，特别是德国出现了很多起持刀砍人致死的事件，反正变成了日常了。现在，好，到达了另一层了。这里，那里有些柜员机，还有大的看板等等，很商业化。
我说前面右边那里是那个买票的机器，我记得15年前排了好长好长的队，好多人买，现在几乎没有人买了，因为大家都可以用手机支付了，所以这手机支付真的是太好了，在中国。好，准备过这个门去坐地铁了。这里有个什么智能服务中心、客服中心、智能客服中心。现在就是手机支付过门闸去坐地铁，这位帅哥逼一下就过去了。现在在地铁站这层了啊。里面的环境也是非常的好，非常的先进，非常干净。里面还有免费卫生间，大家看到左边的这现在变成右边这标识了。你看还有人打扫卫生，对吧？这位阿姨、这位女士在打扫。所以呢，中国这种公共场所很干净是有它道理的，不像德国到处呢都非常的脏啊。然后大家看看我拍摄的广州南火车站里面这个环境啊。我们中国人肯定觉得这广州南就是大，对啊，没有什么过人之处。但是，如果你跟国外的火车站比起来，真的是不可同日而语啊。中国内地的火车站其实跟机场一样，跟国际上一流的机场是一样的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我专门拍了啊，里面这个植物是真的啊。我原来以为是塑料的，我用手去摸了摸，但是呢，它是真的那个植物，而且是热带植物。所以在里面你就有热带雨林的感觉，因为现在南方特别热，37度、38度，里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热的，可能空调已经到头了。我估计呢，里面有28、9度吧，反正我在里面坐着有点发热，还能够接受啊那个温度。但是整个环境我觉得相对还是很好的，就是完全可以媲美国外一流的国际机场，这就是中国硬件确实一流。大家可以看到，中国的火车站啊，或者公共场所啊，还有机场也一样，一定有非常多的座位，特别是火车站里面，除了那些卖什么便利店或者饮料啊，还有其他食品店之外，其他的空地的地方一般都是有座位可以给你坐，而这点呢，德国特别欠缺。当然，其他国家也差不多。我觉得从硬件方面来说，中国是非常舍得投资的。而且它的投资是为了人民的啊，真的是为人民服务，这点不得不说。我这样说呢，是考虑到比如说我们在德国的情况，因为在德国它的那个比如说火车站几乎是没有座位的，如果有，真的是屈指可数。而且在德国，比如说火车站是没有空调，也没有暖气，冬天特别冷，真的很冷。而在中国，你看冬天如果在北方，绝对有暖气，对不对？在南方，冬天有暖气的那个空调，夏天呢有冷气的空调，而这种它的投资是很大的。所以呢，在中国其实作为普通的人，他能够享受到很多我们在国外都享受不到的福利，这也是福利的一部分呢。不能光看钱啊，像这种基础设施，我认为也是福利的一部分。在德国，特别是等火车，我的感觉特别强烈，因为它是没有空调，没有暖气。夏天如果是温度高的时候热，特别是冬天难受，因为德国冬天长，又相对来说比较冷，又没有暖气，所以非常难受。而在中国就不一样了，你等火车，你1个小时、2个小时无所谓，你在里面有那个空调，所以啊，真的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。我回来之后，我就特别珍惜中国拥有的一切，也就是说，相对来说，我就没有可能在中国国内的人那么多的抱怨，我真的没有抱怨，我就觉得能够看到这个中国国家有那么好的基础设施，我就感到很满足了。更满足的是，中国的火车几乎都是正点的，虽然昨天的看板上面有晚点的有2、3个车次，但是晚点我看的最长的晚点了18分钟。还有晚点4、5分钟的，在德国啊，4、5分钟都不算晚点，应该是20分钟以下都不算晚点，因为在德国，德国铁路公司是晚点超过20分钟才需要赔钱，20分钟以下就白费。我觉得中国火车站的安检是比较严格的，你看这里一天不知有多少旅客要经过这样安检啊。
像在机场一样，差不多吧。所以投入人力物力蛮多的。我现在上到2楼啊，来从上面俯瞰一下下面的情况。你看，可以看得出它这个火车站是非常的高的啊。它看板你看有多少米啊，对不对？这里面有好多个卫生间，等一下我们也下去呢，进去看看卫生间的情况。这里是广州南站，对吧？大大的字，然后这是另外一个大门，这入口有很多人进来。春节的时候全部人满为患，现在稍微好一些，没有那么多人，因为现在不是旺季嘛。上面呢有各种各样的小吃，麦当劳也有，反正西方的快餐也有，中式快餐，还有中式的其他小吃也有。你看，这是另外一个大门进来的安检，人也不少，反正这速度也挺快的，因为它开的口多呀。你看，有2、3趟它的火车是晚点的，不过在中国啊，铁路火车比德国比起来准点太多了。大家可以看看，这火车站的规模是不是特别特别的大？好，我们再走2步，在2楼看看这些小吃的地方，吃饭的餐馆、快餐都有，随你便。40多块钱一份，相当于5欧元，在德国是算非常非常便宜的。德国根本就没有这样的餐，如果有的话，在德国大概要15欧元左右，也就相当于这里的3倍。我觉得火车站里面的东西其实是超级贵的，一般我就不太在里面吃。好，现在已经要等火车了，现在 boarding time， 有点像机场的那个风格，对不对？它的整个组织管理，我觉得就是比照机场的。国内的人呢，用身份证扫就可以了。它的站台有多少？至少20多个、30个左右，在广州南。好，现在看看里面的一个公共厕所吧，这里还有第3性厕所呢，第3卫生间。我这里没有任何的美化，也没有任何的丑化，就是实际上怎么样我就拍出来，真的没有经过美化。等一下你就知道我什么意思了。这洗手台相对来说是蛮干净的，就是水有点多。因为我的性别，我只能是往男的方向，女厕所布置怎么样的啊？我估计它布置呢跟男厕差不多。除了这个小便池之外，我觉得女厕所跟男厕所应该是一样的。小便池还挺干净，对吧？没有什么其他的垃圾。啊，有个烟头，好，大家注意，大家注意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有的人呢，真的，我也是无语了。他自己拉了大便，为什么不冲呢？这点真的不理解。啊，现在已经准备上火车啦。从高处看看火车。有停在这里的，有刚开走的，它的规模是挺大的。你看有20、30个站台呀，真的不可想象，超级大的规模。反正我在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没有见过那么大规模的。这是停的一辆火车，它是复兴号高铁，右边的也是复兴号。复兴号高铁，我觉得是我见过最漂亮的高铁。上面的旅客个个都下来了，现在跟我们是一趟车的，规模也挺大，对吧？高空啊，很高。好，车来了，这是和谐号高铁，不是复兴号，相当于老款的高铁。从广州南到宫城大概是不到400公里，将近400公里吧。我坐的是一趟比较快的，是1小时50分钟。因为考虑到从广州南出城到，比如说他在山水南停一次，然后在那个广宁省停一次，它这段是相对来说比较慢的，大概是速度150到200左右。但是过了广宁之后，一直到宫城，它中途不停，一直匀速啊，几乎是匀速的在开。我看了速度大概是280公里左右，它的速度400公里1小时50分钟就到了。在德国，如果是400公里，大概要花3个小时左右，甚至3个半小时，就是这样的速度。德国高铁其实快不起来，
昨天我看见空气呢非常好，因为它能见度很高呀，天很蓝。现在有的地方稻谷成熟了，特别是挨着广东的那段，因为它更接近那个热带的气候嘛。然后呢，进入都崇岭之后呢，它的山比较高，所以呢，它的稻田的稻子呢就没那么黄，很明显这个温度的变化。但是整个环境真的很美。最后呢，正点到达工程。我们家人开车来接我，大家可以看到一路的风景也很美。大家也看到路也蛮好，两旁这房屋就是我们这里的农民，他们的房子就这样的。我们这里呢，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独立的房子啊，有自己一栋。虽然没有城里的条件好，但是相对来说已经超过了绝大多数国家他们农村的房子。这点因为我去过很多国家和地区，所以我说的绝对是正确的啊。好的，朋友们，本期节目呢，相当于跟大家拉拉家常，说说我从德国回中国坐飞机遇到的人，然后呢，下了飞机之后，比如说坐高铁啊，回家，这个整个过程，我的所感所想吧。